比特币的超跌反弹带起了索拉纳，这张多单该如何处理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索拉纳，目前它正在挑战新高。那你可以发现呢，我目前依然在 Bybit 上面持有5万美金价值的索拉纳多单。那当然，这种小币种呢，千万不要开得太大仓位。如果仓位开得太大，因为它的波动是很大的。如果说波动很大，那仓位又很大的话，那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风险。所以我个人呢，有应对这个波动的幅度有把仓位开得比平常要小的很多。但你可以发现获利的部分还是相当可观的。即使我们扣除资金费率，资金费率也是要做计算的，因为很可怕现在很多人在做多，确实没错。就索拉纳这个币种来说，那目前也有1500多%。如果我们以75倍的杠杆来算呢，也是有22%左右，22%、23%左右的幅度了，那也算是相当不错，有11000多美金的利润。那这张多单该怎么处理呢？应不应该平仓呢？那我们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你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，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。好，那我们回到盘面上吧，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其实比特币的反弹，它带起了Solana 的这一波。那我们来纵观一下比特币，它接下来会怎么走？那我才会认为我们这张单子呢，才可以找到最终的出路。它应该要怎么出场？该怎么止盈或该怎么设置止损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从周线来看呢，比特币我认为现在是没有做这种，比如说大级别，比如说做空做到2万5，或者说做空做到3万1这种可能性，因为我们应该顺应的趋势嘛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正在走多头趋势，而且短期内它不会变成空头趋势。趋势它的开始跟结束都是需要好一段时间的酝酿过程的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我们之前呢才刚突破了一个这么久的箱体，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在走这个箱体的时候，一旦突破，它要重新回到这个箱体，就一定不是简单的事情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之前在2万5左右的这个支撑呢，它撑住了，而且撑了这么久都没有被跌破。为什么这个支撑可以这么强劲呢？因为下面有强大的保护垫。那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盘面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当下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区间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的价格再次回落到这个区间的上方的时候，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回到这个区间之内。那这么一看这个区间的上缘呢，大概在3万2到3万3左右的这个地方。那我认为这个地方呢，也是这波回调它不能被回来到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日线，从日线来看的话呢，其实你说现在有没有开启回调了，或者说确不确认会开启一波回调，这个还不好说。因为你可以看，如果我们开启回调的话，我认为我们从24900大概2万5的位置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它都没有产生回调，也就是我们这里的上涨它是一气呵成的，都没有产生回调。那即使有回调了，我们现在到了236，这是很强势的回调，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就结束了呢？是有可能，但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不高，因为如果说我们是只回调到236的话，那庄家他最擅长的玩法就是一到236之后呢，然后立刻走。如果说我们现在插升到236之后，然后来继续挑战比特币的新高，那我认为这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追多时机。这种时机呢，我是敢追多的，因为它真的很强势，或者说这也可以坐实了我们就真的是只回调到236。但你现在来看呢，它的反弹并不是很强势，但是有人在买的，那我们就很有机会呢，可以回调到382这种点位，类似这种点位，或者说再往更深的地方去找。当然0.5认为这个可能性就很低了，因为0.5的话，它就已经回到了我们原本的箱体之内了，而且到了0.5呢，一定会有很多没上车的人上车。那我认为庄家是不会这么做的，他没有那么笨，所以我认为到382或许是一种机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我们这一波下跌呢，它是绝对不足以、绝对不可能逆转我们这一波上涨趋势的，逆转我们这一波多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个人的操作或者说指导原则就是，只要我有现金，当然比如说有一些定存可以解掉，我自己是这样子我这不是投资建议，但是我自己是这样子或者说有些交易所的质押可以解掉，拿来抄底。那如果抄底的话，肯定是要分批嘛，比如说一笔资金可以分成5份，可以分成10份去分批抄底的话，这绝对对于均价来说是最有帮助的，因为它可以避免我们有时候很 FOMO 啦，或有时候很恐慌等等的因素，它都可以把它弭平掉。那以这种的下跌还有量能对比我们前面这段的上涨，它这波上涨走势呢是绝对没有被终结的。所以我自己会，如果说往下的话，跌也好跌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现在才有我现在又有多余的资金，又可以再进行抄底了。比如说把一些定存解掉，或者说可以再去获得一些资产，把资产变成这种流动性强的现金，然后又可以再进行投入。那我自己就会是这样子我之前有在规划，比如说
它再往更深一点回调的话，我自己会再继续分批买入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4小时吧。再回到4小时的话，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波下跌呢，其实它很神奇哦。它下跌过后呢，它又反弹到了原本的位置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。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根下跌，它是一部分很长的阴柱呢，它已经被后面的阳柱给吞掉了。那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强势的表现，而且一定有人在这个位置抄底，一定有，不然它不会往下就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下影线。那我认为这个盘面来说，总体来说肯定是强势的。我个人只会等待抄底做多的机会，抄底现货的机会，然后不会去布局空单，因为我认为它跌不到哪里。我们现在要不就是已经回调完了，然后进行盘整之后再向上，要不就是我们现在是回调到中段，那我们还有后面的一段要回调，回调完之后呢，它最终还是要向上的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以抄底现货的角度的话，肯定是有越好的价位，那越值得抄啊，因为我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筹码。那我们再回来说一下 Solana 这张多单吧。Solana 这张多单呢，其实均价开在50哦，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过，因为50它是一个很关键的点位嘛，突破过后，我相信就会不回头。那目前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的预期的，我也相信有很多人或许也持有这张多单，或许价位跟我不一样，但是我认为 Solana 是一个确实如果要炒的话是值得炒的，因为它有够多的热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一个数据？我们在3天前呢，在币安上面啊 ，Solana 现货的交易量呢是已经超过比特币的，那这可以表现它有多疯狂。有人炒的山寨币，它才会火爆，它才有办法涨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Solana 在这波下跌、这波下杀的过程当中，它依然可以屹立不摇，它依然可以没有跌得很多，甚至现在呢又要来挑战我们的新高了。那这张单子该不该止盈呢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其实我们现在呢，你可以发现我们量能呢，它确实真的有爆出来，它真的有爆出来，所以这个币呢。它是好的，它走得很健康，它正在上涨。那也有人在炒，有热度的币种它才会往上涨。那我们再来可以看一下它对前高的测试吧，前面阻力的测试，$50左右也突破了，而且这是一个日线左右的阻力啊，这么大的阻力突破过后呢，我们就很有机会来挑战下一个真空区，也就是$77左右的位置。那它又进行回踩，这个回踩呢，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上车机会了。那我们再往更小级别去看，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目前呢。它正在挑战新高，当然了，如果说比特币它走得不好的话，比如说开启一波大的回调，那我相信 Solana 或者说其他一众等等的山寨币一定会是跌得最惨的。所以我们在炒山寨币的同时呢，我们一定要关注比特币，一定要去在意比特币。如果比特币它走震荡上涨或者走震荡的话，或许山寨币是有机会的。但如果说今天比特币它走的就是很明确的空头走势，它已经开始往下回调了，要开启回调了，那么会被杀最惨的呢，一定就是 Solana 了，那我认为目前呢，现在我可以把这个止损是挂到这个51.15的位置，也就是我们前几天所创出来的新低点，这个位置我认为是可以拿来设为止损的一个点位啊。当然，你的位置呢，肯定是要开在像我这种50左右的这种均价。那如果比特币继续震荡的话呢，我就会继续持有这张 Solana 的多单，直到它达到我的目标价位。那做趋势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 strong head， 我们要可以拿这张多单拿到目标价位，不然我们就是被止损。那止损其实也没差了，我就是比我的入场价高一点点出场，那其实这张最终你也会是赚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 Solana。它受比特币的影响其实还好，但如果说它真的比特币开启一波比较大的回调的话，我相信 Solana 一定抵挡不住这个浪潮的，因为最终还是跟着大盘走，总不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币种可以走出这种独立行情，而且通常市值都比较小。那以目前来看呢，如果比特币它真的开启了一波更深度的回调的话，那我的 Solana 呢，我就一定会出场。但如果震荡的话，这张多单我就会继续拿着，因为我认为它真的是最有搞头的山寨币了。那当然我还有去看一些其他的币种，不过其他的币种呢，感觉都没有 Solana 的机会来得更大，所以我现在的专注点还是在 Solana 身上。那当然了，抄底现货或者说合约的部分，这个比特币我都一定会继续关注好的机会的，然后就分批进行，分批操作。如果大家也对我的影片感兴趣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可以订阅我的影片，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